两人搬了凳子，坐在厨房吃面。王姐，你来樱花国后一直一个人生活吗？说起来，你还是第一个在我家里留宿的男人。你看，我都把第一次给你了，办事的时候可别让我失望。你放心吧，姐，包你满意。王颖浅笑一声，那就看你表现了。你这里距离渔村有多远？明天我想去赶海，看看海边的情况。你打个车，15分钟就能抵达距离这里最近的桐溪村。很多海捕渔船都停靠在桐溪村码头，在那里出海捕鱼。而且桐溪村海岸线很长，也是赶海不错的选择。要不你明天跟我一起去吧，我让你看看哥的实力。明天不行，公司那边还有很多事情等着我去办呢。说到这里，他叹了口气，哎，想想就头大。那改天再说吧。对了，你的海捕公司现在什么情况？现在公司资金链已经出现漏洞，我之前卖渔船想要补上，但还是差了一点。现在公司不仅缺钱，还因为卖渔船导致赚不到钱，总之距离倒闭不远了。林辉想了想，开口道：这样吧，咱们出国前就说要合作，那我也要拿出一些合作的态度。我可以出钱把差的钱填补上，就当入股了。后续等我在这边稳定，也会提供海货，但我要拿70%的股份。他这绝对不算狮子大开口，毕竟是在网瘾最难的时候进行投资。其次，林辉拥有系统，收获到的海货质量与数量也不是别人能比的。没问题，那明天你把钱给我转过来，之后我去准备协议。林辉点了点头，不禁问道：你哥那么有钱，为啥不管他要？正好能解决你公司的危机。王颖扭捏道：我一开始来樱花国是赌气来的，当初雄心壮志，向我哥立下誓言，现在公司都要倒闭了，就算我哥主动给，我又怎么好意思收？你哥可能也是想考验一下你吧，况且我来了，肯定能帮你度过这次难关。王颖闻言看着林辉，愣愣出神。虽然他感觉林辉的话不切实际，但冥冥中又让人信服。林辉，谢谢你在我最难的时候帮我。互帮互助吗？说完，他吃了一大口泡面，忍不住吐槽道：这泡面真心不好吃。两人吃完后，纷纷进入卧室。林辉拿出手机一看，都9点多了。王姐，王姐！林辉叫了2声，没有听到回应。床头柜上放着给林辉留着的备用钥匙。我昨天给王颖的卡被他拿走了，看来应该是去公司了。那张卡里有40万，算是林辉入股的钱。我也要收拾收拾，前往桐溪村。眼下完成系统的任务才是重中之重。林辉换好衣服后就下楼了。林辉在桐溪村码头下车，先买点装备。林辉在一家渔具店内买了一顶遮阳帽与2个水桶，随后才来到海边。他打开系统面板，当天气运值已经增长。林辉兑换一把沙铲后，开始寻找海货。不一会，他就在岸边的礁石区有了发现。这是网鲍，这种鲍鱼呈现椭圆形，表面为深咖色，有鲍王的美称，因肉质鲜美受到很多人的追捧。这礁石附近还有不少网鲍，这些可都是小钱啊。他不再墨迹，将能看到的网鲍全都装进自己的水桶内。不一会，2个水桶就被装得满满登登。这2桶鲍鱼估计能卖几万块钱。想到这里，他身上的疲惫一扫而空。就在下一秒，淡蓝色系统面板突然弹了出来。恭喜宿主完成赶海任务，获得奖励海洋之眼。只见在林辉身前出现了一个淡蓝色水珠，下一秒，水珠突然钻进林辉的脑海当中。他只觉得头脑更加清明，双眼看见的画面更加清晰，挠了挠头。海洋之眼难道就这点效果？他话音刚落，眼前再次弹出一个提示面板。海洋之眼1级，宿主可透过液体看清事物，同时水下憋气时间增加20分钟。海洋动物亲和力25%，宿主有25%的概率契约海洋生物。林辉当即朝大海看去，此时他的双眼竟真的能透过大海，直接看到海底的画面，珊瑚、鱼群，甚至掉落在海底的比基尼，都能够看得一清二楚。有了这样的能力，以后出海，就算当天气运没有增长，也可以靠着自己的双眼，在大海上主动寻找鱼群，甚至可以发现海底的珍贵古董。林辉就觉得这次来樱花国值了。除此之外，憋气时间也很有用，日后万一被海水吞没，这增加的20分钟很可能救了他的命。而让他最感兴趣的就是海洋动物亲和力。他环顾四周，当即在礁石上面发现了一只匹老板。系统，我要契约这只海蟑螂。恭喜宿主绑定成功。林辉看着系统面板，人都傻了。他没想到契约海兽会这么草率，不是说只有25%的概率契约成功吗？怎么这次直接成功了？早知道就契约一些大型海洋生物了。这只海蟑螂能有什么用啊？他打开系统面板，想看看有没有反悔的机会。这次赶海基础气运与金币都得到了增长，不过林辉依旧高兴不起来，因为解锁契约兽坑位以及升级海洋之眼都要大量的金币。林辉没有了反悔的机会，看着脚边手指大小的海蟑螂，很是郁闷。下一秒，他把海蟑螂抓了起来，自言自语道：要是把它捏死会怎样？反正你也没用，我真想尝试一下。但就在这时，
系统面板突然弹了出来。呜呜，主人不要杀我！我虽然个头小，但我灵活机敏，岸边海洋里的大事小情我都知道。林辉一惊，自己竟然能看到海蟑螂说话，好神奇！他想了想，最终妥协，留着这家伙以后说不定能有奇效。既然我是你主人，那我就给你起个名字吧，就叫痞老板。痞老板原型就是海蟑螂。好的，主人，我现在就带你去一个地方，那有你喜欢的东西。林辉闻言来了兴趣。真的假的？主人跟我走。